乔轩，于墨，同在天界这么久，我都没发现你的身份，藏得够好的。可惜，你的鳞片现在在我手上，只要你施法，我就能顺着灵力迹象找来，将你诛杀。你们龙族如此兴师动众，就不怕其他的水族发现我的身份吗？杀了你，不就无人知晓了？上！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司令，你袭击山主，危害山境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们做囚溪的走狗，残害同族，看看你们自己，还像不像是妖？好小子，这份恩记下来。不必追了。碎魂钩已经破了他的龙丹，他必死无疑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这万年金甲，咱们早归西了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伤这么重啊！今日你救我一命，我必不会让你死。
我龙丹被破，竟然还能恢复，此处到底是哪？嗯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温泉水果然神奇啊，将死之人都能救回来。我这是在何处？行了，先别问这么多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个地方裘西私寨，如果被他发现我们私用啊，必遭报复。既然来了，别急着走啊！是裘西。没想到抓了一只小王八，这么喜欢我的地盘啊！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住所。臭蜥蜴，想关你爷爷，还早得很呢。快点，放开我！快点，走！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快点，还不是我们山主大人的下酒菜。走，百灵，快点去！你们走，过来吧你！去！山主大人，昨日逃跑的小妖和报信的百灵鸟抓着了。臭蜥蜴，长得这般水灵，做我的妾室多好，为何要给这只叛妖抱薪引路，自寻死路？你杀我羽族百人，我和你不共戴天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成全你，送你去和你的族人团聚。住手！帝君，小仙先行告退。帝尊，你既已自罚，诸罪皆轻，回自己宫中便是，为何还要来此处啊？帝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怎会伤了仙灵？并无大碍。为了一个仙子，违逆天规，还伤重如此，值吗？帝尊，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在叶忘川遭遇了伏击。以你的仙力，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是谁动的手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，与天史记载不同。当时我正欲调查此事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。冥王也被灭了口。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仙魔大战，乃是3界的重事，死伤众多呀。若有内情，必须彻查。你想怎么做？大战之后，部分魔族残余混入了凡间，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。不过，此事时过境迁。若是公然翻查，会引起流言蜚语，有损3界的太平。这一层，你想到过没有？帝尊，请放心，我会以下界罹难为由，暗中查探。也好，我便昭告天界，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罹难。我会保留你的记忆。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谢帝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即便是在凡界，也要遵守天规。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断情绝爱、便于修行的命格，
以便你心无旁骛，事半功倍。应渊明白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一眼。一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野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，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野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，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野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、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紫林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紫菱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紫菱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裘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2人同坐。这，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。那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2位山主。恭拜2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
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帝君，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发下界，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尹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关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美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我怎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
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，乃难度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这腰带办了帝君2000年了，你们竟然如此不小心！是谁摔坏的？仙师长。仙师长，我是玄心崖的颜淡，此物是我摔坏的，跟芷溪无关。你低阶仙士擅闯此地，摔坏帝君之物，必须跟我回隐虚天宫领罪。这玉带虽然不是副长室砸的，但毕竟是副长室看管不严所致。帝君和妙法阁的总长室那边，我也不好隐瞒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勿责怪姐姐。此事还要看帝君如何处置。走吧。颜淡，放心吧，姐姐，没事的。晚上等我来取仙晶筑基哦，等我。元帅，妙法阁长室思璇所盗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9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
结阵，诛杀帝君。竟然是修罗所召！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吾。应月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月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尾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，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刑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。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
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刑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璇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无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璇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氏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；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9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六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请有心生，帝君，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
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因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，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归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应渊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局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
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、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严旦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芷溪，长侍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严旦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严旦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严旦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他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严旦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严旦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
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四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！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四叶汉旦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2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2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岐2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2人的死别。啊，也不知道中间4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
哇！我的戏码！我的戏码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，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带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。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
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。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哎，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，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4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以防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！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9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2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
小心！